特朗普和布莱尔高谈中国的好处，可不是他们转变立场，而是想重整战斗队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内容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骂拜登政府的时候呢，拿中国当理由，说瞧瞧中国就没有严重的毒品问题。中国人都觉得美国现在的毒品泛滥，那根本就是不可思议啊。特朗普在演讲中说，中国只要发现了毒贩，就能快速开庭审判，然后就能快速的把毒贩拉出去突，这多过瘾。再看美国现在成什么德行了，说美国一定要恢复法治。尤其呢，他还说到中国的时候，又重现了他标志性的大音量喊 China 这个场景，听上去貌似挺正面的。另外，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根据环球网报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地时间周六的时候，就16号那一天嘛，出席了迪奇雷基金会年度讲座的时候，就西方世界和国际局势发表讲话。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正在走向终结，而且以实力而言，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布莱尔这番讲话标题是乌克兰之后西方领导层现在得到什么教训。这位英国前首相认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将来自于中国而非俄罗斯。他承认，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与世界建立了积极成功的关系。这些积极成功的关系，即使是美国那些传统的盟友都不愿意放弃。他认为，西方未来应该采取实力加接触的政策，应该让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以保持自己的体制和价值观。同时呢，西方还不应该跟中国实现全面脱钩，或者是关闭互动合作渠道。听上去是反思，对中国好像不算是态度很激进。但是布莱尔的有些话，《环球时报》没有提到。英国的媒体《标准晚报》对布莱尔的发言做了个总结，就是他认为西方需要结束国内政治中的疯狂，恢复理性和战略，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以保持军事优势，同时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扩大其软实力，最后核心是要增强跟中国对抗的实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历任美国总统中算是有些离经叛道的，不仅有些话听上去很无知，而且他在任上的有些举措也被认为是政治上严重不正确。但是这么一位荒腔走板的前总统，现在已经看不下去美国当前的混乱了。同特朗普相比，以布莱尔为首的那些个英国老政客们显然都是政治老油条，他们当然更看不上西方当今的疯疯癫癫，比如说越来越多的毒品被合法化，围绕性别、堕胎、枪支等社会敏感问题，各种政治思想观点人物，不管什么智商，都想跳出来约束别人的行为。所以特朗普和布莱尔都有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哀叹。其实中国句老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西方很多荒唐确实是在平安环境中惯出来的毛病。俄乌战争中暴露出来，欧洲在很多方面缺乏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还有决心，而特朗普跟布莱尔恐怕是想在这个关键时刻用中国的发展给西方再增加一些刺激。所以布莱尔还刻意提到，中国崛起代表冷战后第一次东方能够跟西方平等。他显然是打算用这句话刺激一下一贯高傲的西方群体。想想吧，东方将不再臣服于自己。所以相比之下，我反而更愿意听到西方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无知的傲慢，因为他们越无知就越容易犯错误，就好像我们看三哥一样，三哥再怎么狂妄，对我们都不是威胁，而是乐趣。西方如果保持了狂妄和无知和傲慢，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的机会。另一种呢是准确的批评，准确的批评能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到自己没有发现的潜在问题。所以如果一个美国总统能够为了政治正确放任国内的群魔乱舞，对中国就真的是好事情。而我最不想看到的是西方有人在批评自己，而且目的是想提高对抗中国的综合能力。狂热无知这种事儿最好只出现在对手的社会中，我们自己为了保持准确的发展方向，为了不得西方社会那种神经病，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近乎于冷酷无情的理性。好，关于布莱尔还有特朗普最近夸中国的话到底好听还是不好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